非有消息，伊朗于4月17日向海牙国际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国际民航组织对他击落乌克兰客机事件没有管辖权。此前，国际民航组织接受乌克兰、加拿大、英国和瑞典的申请，准备开始审理5年前伊朗击落乌克兰民航客机的案件。2021年1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 PS-52 航班从德黑兰起飞后不久，遭到了伊朗地空导弹的攻击。这架波音737-800客机上176人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伊朗宣布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但飞机上的累累弹孔无法隐藏，最终他承认属于误击。这件事情当时有大量报道，我们也曾分析认为是被击落。伊朗当时非常反常，几乎所有的伊朗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机械故障和偏离航线。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总会有媒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次遇难的176人中，除了82名伊朗人之外，还有63名加拿大人，因为伊朗很多有钱人都移民美国和加拿大。此外还有11名乌克兰人，其中包括了9名机组成员，10名瑞典人，4名阿富汗人，3名德国人以及3名英国公民。但是伊朗对这3名英国公民的身份表示怀疑。事件发生后，泽连斯基接见了家属代表，承诺每个遇难者家庭将获得约合34.5万美元的保险赔偿，并誓言追讨凶手责任。2020年2月份，乌克兰外长说已经联合加拿大、瑞典、阿富汗和英国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后面的进展很不顺利，主要是由谁来牵头审理的问题。按照民航业的惯例，此类事件一般是由当地的民航局会同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来共同调查。但是伊朗与美国是宿敌，调查无法展开，因此无法产生赔偿依据。2025年3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投票表决，认为此事应该由自己来负责协调。国际民航组织最早成立于1944年，源自芝加哥公约，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共有193个缔约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是国际民航组织的常设执行机构，由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每3年选举一次，现在有36个成员国，既包括了中美英日等国际民航领域的重要国家，也包括了阿根廷、尼日利亚、马来西亚、芬兰、泰国等各个区域重要的民航力量。国际民航组织和理事会的总部位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主要负责管理协调国际航空事务。例如前几年尼日利亚等国扣留外国航空公司的美元票款，就是由国际民航组织出面并协调追回的。对于误击事件，伊朗认为是国内事务，各国应该分别与他谈判，而且误击是美国导致的。美国于当年1月3日在巴格达击杀圣城旅头目苏莱曼尼，害得伊朗防空部队风声鹤唳。事发后，伊朗判处当值军人10年监禁，也说会提供经济赔偿，但是也只惩罚了1名军官，经济赔偿没有下文，被国际社会指责说避重就轻。很多人将这件事儿与当年美国击落伊朗客机相比较。1988年7月3日，美国的文森特号巡洋舰也误击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造成机上290人全部死亡。美军很快承认，并在1996年赔偿伊朗遇难者每人30万美元，或者是15万美元。1996年的3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80万美元。伊朗现在推脱，很多人说是因为他的经济出现困难，赔不起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